文静道人的神通虽然有伤天和，但有一说一，确实是比他的指道人要方便。重点是省术啊。大人，文静道人的嗓音传到了李长寿的心底，还真带着几分委屈。啊，刚才2位道友在此喝茶，不料一位道友意外伤了你。李长寿温声道，我也不好与他们解释你的身份，有些对不住了。小蚊子震了震翅膀，远在犀牛贺州洞府中的文静道人忍不住翻了翻白眼。什么意思啊？先吓唬再安抚，这般路数也未免太老套了些。真以为我文静道人堂堂黑赤血蚁族的女王大人会被这么轻易的糊弄住？当然会呀。文静道人借这只血纹瞧了眼挂在后堂正中的山水画，又想到了此前自己所捕捉到的那个凶恶强人的气息。刚才发现自己的血纹并将血纹直接戳破的，就是当日突然躺在他面前的那个老汉。文静道人绝对不会认错，化成灰他都认得那个家伙。而这个人，文静道人此时已经完全确定，就是截教外门大弟子，有义薄云天之名的赵公明。行如此之事，还义薄云天？呸！道门圣人弟子的路子真野，心也是真的脏。哼，洪荒！文静道人心底吐槽归吐槽，却不敢暴露自身情绪，继续装作委委屈屈的样子，降低南海海神对自己的提防之心。李长寿端了一杯茶水，悠然道，这次又有哪般大事？大人，西方教此次被您挫败了算计，6位圣人弟子被赵公明一人拦下，导致西方教功亏一篑，白白死伤了这么多暗自收纳的妖兵。说些我不知道的吧。是。这只小蚊子凑得更近了一些，小声地嘀咕了几句。李长寿眉头渐渐皱深，很快就摆了摆手，让文静道人自行退走。那血纹立刻就要自毁，李长寿又想起什么，温声道，此次龙宫之围，你传信有功。几日前你在龙宫之外时，我与大法师便在一旁，大法师也已知晓你如今为人教做事，今后见到你不会直接打杀。文静道人闻言不由一愣，他来不及多问询，血纹已经是啪的一声炸碎，化作了一缕血气，迅速消散。那处洞府中，文静道人径直坐了起来，莫名其妙的呼吸有些急促。他那双凤眼缓缓睁开，妩媚的面容上竟然带着少许春暖之意，嘴角不可抑制地向上扬起，具有略微哼了一声。他看到了本女王大人。文静道人口吐芬芳，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但是很快他又露出一副得意的模样，缓缓仰倒，继续摆弄自己散布在四海之中的血纹傀儡。他给人教通风报信归通风报信，西方教交代给他的事，他也不能不做。也不知人教让我在西方教继续潜伏，到底在图谋些什么？文静道人的心里有数得很，对于圣人而言，他也不过是强了一些的蝼蚁，想必人教这边也不会让他去算计2位西方的圣人老爷，顶多呀，也就是让他在今后的某个时刻做一些暗杀之类的脏活。说到底，人教与西方教也都差不多罢了，所谓大教都不过如此。文静道人舔了舔朱唇，双目越发迷人。但两边的圣人弟子相差着实太大了些，人教这边的大小法师让我都很有食欲。安水城海神庙中，血纹刚散，李长寿起身慢慢踱步，仔细思量文静道人带来的消息。西方教刚开了战败检讨大会，按照文静道人所说，有圣人弟子火冒三丈，说是要算计赵公明，但是其他几名圣人弟子并未应声。西方教主持驯龙之事的
果然就是这些圣人弟子，圣人老爷并未出手。也正如自己担心的那般，赵大爷在西方的仇恨值太高了一些。但文静道人也只是听他们说了此事，对方如何算计，何时算计，都是未知之数。赵大爷此前刚走，说是回峨眉山中修行，还说若是有事，让海神老弟直接去峨眉山罗浮洞中找他。该怎么提醒赵大爷小心呢？还是让赵大爷去三仙岛避避风头？李长寿慎重地思考了一阵，又觉得凭赵公明的手段身份，也非西方教想算计就能算计的。西方教内圣人弟子中并无太强的高手，天下大运如今在人族，在道门，自己其实并不用替赵大爷担心。有自家大法师的许诺在，赵公明面对西方教时应当无忧。换而言之，除非封神大劫落下，道门自相残杀，道门之外的高手想要动赵公明，其难度不亚于直接打通天教主一巴掌。若是我想算计赵大爷，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李长寿开始换位思考，很快就想到了一两个主意，但每个方法都是如同悬崖之上走钢丝，差池则是自己生死道消。如此，只能祝福赵大爷以后平平安安，长命百圆会了。李长寿轻声笑了笑，心底又开始分析文静道人所传达的第二件事，他们的后续布置。西方教依然没有放弃驯龙大业，这让李长寿安心了很多。李长寿这几天一直担心西方教一碰就尾，放弃给龙族施压，那天庭想做渔翁就成了无稽之谈。这样多好啊！虽败犹不气馁，继续振作精神，搞一些阴谋诡计，坚持自己的最初目的，堪称洪荒当代大教之典范。其实西方教的几位圣人弟子此时已经确定，道门也看上了龙族这一块肥肉。他们西方教除却气运之外，也不差道门三教什么。若是轻易而退，那岂不是怕了道门？便是为了跟道门较劲儿，争这一口气，他们也要尽快将龙族拿下。事情变得复杂了很多，却又变得简单了很多。西方教因为这一次受挫，也变得谨慎了许多。根据文静道人所传递的情报，西方教接下来的重心会放在西海龙宫，并通过傀儡逐步渗透龙族，利用龙族内部的矛盾点，把龙族推到悬崖边上。敖乙大婚一战，海族叛军虽然是损兵折将，但是四海海族与龙族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冰点，稍稍挑拨便是更大规模的叛乱。而且西方教还将调动更多的3000世界的势力，继续围困龙族。西方教要将龙族高傲的身段给压下来，让龙族主动跪在灵山脚下，请西方教将他们收作手下。西方想大兴，所以想要收服龙族。这大兴到底有什么好处？就是变得更强一些？李长寿的心底突然冒出了这个问题，仔细的分析也是毫无所得。算了，不管如何，平安才是福。言罢，李长寿将这具指道人送回地下指道人库，大半的心神转到了东海龙宫婚宴上，继续与月老老铁和几位天将以及玉帝陛下的化身吃吃喝喝，闲聊解闷儿。大殿四周又起了歌舞，各处穿梭的海女棒女端着各类的珍馐美味，只要见到哪里有空盘了，就立刻过去补上。水晶宫各处都是热热闹闹，一副歌舞升平之景。当下敖乙和姜思儿早已经不在此地，按龙族规矩，2个人去了他们的新房中，3个月后才能出来给龙王奉茶。这期间暖阁被数重龙族大阵守护，普通高手也难看破其内的情形，
随便两个人怎么折腾。李长寿这边刚跟月老闲聊几句，心底突然浮现出了这般画面：小琼峰处，灵娥驾云朝着丹房而来。李长寿当即笑道：劳烦月老看着我这化身，我在旁处有事要处理。善。月老含笑点头，对此已经是颇为习惯。丹房前，身着素白流云裙的灵娥缓缓驾云落下。这次也不知道怎么了，灵娥没有大大方方的进入丹房，反而是轻手轻脚走到门边，小手扒着门沿儿，竖起云鬓的脑袋，偷偷探了进来，看向丹房中。师兄兄，怎么了？李长寿的身影自丹炉前站起，转身看向灵娥，灵娥却突然脸蛋一红，小声道：师祖请你过去一趟。相照就相照，师祖是咱们长辈，何须用请字？李长寿撩了撩衣袍，看灵娥此时的状态，顿时明白了一点什么。师祖是不是问了你一些让你难为情的事了？师兄，你听到了？灵娥小小的惊讶了一下。李长寿摇摇头，笑骂道：都写在你脸上了，哪儿用我去听啊？走吧，过去看看。小师祖果然已经没有了耐心，想跟忘情上人再进一步了，也挺好。灵娥抿了抿嘴，在云上跟在师兄的身后，不经意间朝着师兄靠近了一点点。但他抬头看着师兄的背影，又不由得想起了在湖边，师兄突然就……灵娥头顶滋啦一声。李长寿有些奇怪地扭头看了眼师妹，发现灵娥正双手捂着脸，头冒白烟。李长寿也是震惊不已，这个丫头怎么还没缓过劲儿来？这都10多年了。仅仅只是玩笑般的动了一下，这要是当时亲上，这个还是不能多想的，以免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李长寿驾云带着灵娥到了草屋前，灵娥本来想趁机溜走，但是师祖江灵儿的嗓音已经传了出来：灵娥一起进来吧。灵娥只得低头答应，跟着师兄进了屋内。江灵儿一身素雅长裙，跪坐在矮桌后，俏脸写满了严肃。见两个徒孙进屋，江灵儿抬手布置了几层结界，随后就面露正色地看着李长寿。就听咚的一声，江灵儿左手攥拳，轻轻地砸在了桌面上。接下来谁都不准笑。这对兄妹顿时有些不明所以。师祖放心，李长寿心底道了一句，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无论听到多好笑的事情，我们都不会笑。但李长寿还是说道，无论我们听了多好笑的事，都不会笑，起码不会笑出声。灵娥也连连点头附和着。师祖放心。江灵儿猛吸一口气，又瞬间破功，长叹声中趴在桌子上一阵叹息，用那种即将渴死饿死者的嗓音，沙哑有气无力的小声喊着：长寿，快来帮帮我，你师祖实在撑不住了。师祖您具体怎么了？江灵儿脸蛋一红，但随之就恢复了正常，打起精神，坐起身来，还顺手掐腰。只要足够的理直气壮，害羞什么的就不攻自破。明白说了吧，我想跟富贵儿有进一步的发展。灵儿说你有一种雄心丹，给我几颗，我去让他吃了，把生米煮成熟饭。李长寿扭头看了眼灵娥，灵娥连忙摇头。这绝对不是我教师祖的，小师祖毕竟是在外面混过的，什么事儿没见过，男女之间那点事儿，他没吃过灵猪肉，还没见过灵猪跑不成。师祖，雄心丹虽然会有效果，但并非对症之药。李长寿微微一笑，拿出了一瓶炼制雄心丹的清水，放在了小师祖面前。师
师祖，此物名为晴水，由晴骨炼制而成，是雄心丹的主材之一，可以兑入酒水中。不过用之前最好还是告诉忘情上人一句，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还真有这东西啊！江灵儿轻轻眨眼，将瓷瓶收了下来，咳了2声，义正言辞地教育道：长寿，你可不要在这方面胡乱动心思，男女之事要顺其自然。看你炼制的这些丹药，又是雄心丹又是晴水的。李长寿的心底一阵鄙夷，咦，怎么还嫌弃上了？不，你一副火急火燎的样子，真是。师祖，晴水一瓶6600灵石。除了这种事儿，你其他方面还是相当优秀的嘛。我先去准备酒了。临河的草屋中，这一对兄妹搬了2只圈椅，并排坐在窗边，注视着湖边柳树下的那一对老神仙眷侣。灵娥用法力托着2只托盘，其内是师兄喜欢吃的干果鱼点心，一旁还沏着爽口的清茶。李长寿在灵娥草屋外做了些许布置，以防被忘情上人发现2个人在明中观察。小琼峰特邀观影团再次上线。熊灵力此时正忙着开辟灵兽圈的新疆土，这种事儿他也不太懂，更没兴趣，并未过来凑热闹。其实李长寿不做这些布置也无妨，那2个人的眼中只有彼此，哪里会管旁边发生何事？鸟语花香，微风合唱，柳枝依依，伴着柔情酥骨，让他的心也如那一片小湖的水波一般轻轻荡漾。